要说三哥的火车不靠谱，越南铁路首先表示不服。我买了到胡志明的车票，然后就被轰出来了。有懂越南语的吗？帮我翻译一下。当你好好吃着盒饭，坐着车，突然全体乘客都被赶下车，然后被带去站外的移动夜店，不是卧铺大巴。哦 ，hello。粤语我不懂，英语你不会，鸡同鸭讲，无了个大雨。SE1 to 三个。等等，这灯光会让人误解的。好，拍下来发给八戒。那么今天跟着我的镜头，坐上越南铁路 SE1次列车，从河内前往胡志明市，云体验越南铁路南北纵贯之旅。铁路虽然破，但是风景真的是很哇塞啊！这边是沙滩，这边没有沙滩。嘿，突风，越南铁路南北线运转。在越南，河内相当于中国的北京，胡志明市则相当于中国的上海。那么这条南北铁路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越南的京沪铁路。有没有京沪13州的感觉？这轰鸣啊，爽啊！先我们一步发车的是 SE17次，由河内前往著名旅游城市岘港。嚯，竟然还有发车仪式！因为这趟车被中国旅游团包车了。啥情况啊？越南现在也是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中国的游客。你看车身上还有横幅：热烈天柱古药粤中走脑号越南全景旅游专瓜向大开行，全是汉字，就是读不懂。好了，视线转回我们的 SE1次。本无机车是河内铁路局河内机务段第19E903号机车。这款网红火车头是由中国四川资阳机车厂制造，于2002年出口到越南的第一批革新号内燃机车。SE1次列车是越南铁路的王牌列车，相当于以前北京到上海的13次列车。不好意思。哎，你好。915。哎 ，OK。干干净净啊，哇，好爽！全列13节车厢，2节软座，4节硬卧，5节软卧，1节空调发电车，1节行李车。对，软卧车厢比硬卧还要多1节。15号，15应该在这里啊。在这里。SE1次采用的当然是越南最先进的车厢，增加氛围感的鲜花，带 USB 插口，可调节亮度的床头灯。大家要2眼插座的话，就要在这下面了。这边也有一个2眼插座，2孔插座和国内几乎通用，大家可以放心充电。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越南特色的立即用，踩一脚，对吧？咦，关不掉了。这个上铺很高哎。每个包厢明亮、干净、整洁，再加上柔软的床垫，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我们的南北纵贯之旅了？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越南特色？拉一下，哇，还真的能开。相比国内空调列车，越南铁路即使空调车也是可以开窗的，这一点让中国火车迷欣喜若狂啊！它自己会上去。哎，太棒了！和国内绿皮车一样，端部有供应开水的电茶炉，洗手台很高级啊，不但有洗手液，还有烘干器。挂毛巾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车高级了，没厕所了？哎，有厕所。例行厕所参观环节，这个也是东南亚的标配，用于厕所冲洗的高压水枪。然后这个灯，谁会在里面关灯啊？车门即将关闭，请注意安全。Attention please, the door is closing. 说好55分开，提前2分钟就鸣笛了，不是往前开呀，你怎么还倒退了？这叫开倒车。这叫动车了。20点55分 ，SE1次列车从河内火车站出发，驶向越南第一大城市、经济、金融、贸易、商业、交通中心胡志明市。接下来的33个小时，我们的列车将全程行驶在南北铁路，跨越曾经分隔北越、南越的17路线，欣赏海云岭的绝美风景，从北到南感受越南的狭长国土、风土人情。作为交通博主，我也会更多的给大家介绍地理、铁路方面的知识。越南铁路的市区段，正如网红景点火车街那样，火车是直接贴着居民区呼啸而过的。
南北铁路离开河内站后，就沿着公路行进，你可以在车厢里开着窗，看着这座都市慢慢后退。骑摩托车匆匆赶路的市民，开着暧昧氛围灯的卧铺大巴，还有在河内烂大街的 VinFast 和韩国大宇公交车。Goodbye, Hanoi, but we still feel its breath in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with very bad changes in the land, 1,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 21点整 ，SE1 次列车即将驶出2环路。哇，好壮观啊！越南是摩托车王国，列车经过的每一个大型道口，你都会被摩托车的灯光所震撼。21点07分发车第12分钟，通过南北铁路的第一个会让车站甲巴站。应该是一个货运站，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货运站，看到吗？看起来和国内的铁路货场根本没法比，是吧？但这个甲巴车站可是服务于越南首都的中心货运站，每周接发货运列车高达25对。穿过3环路，过了文典站才算出城。这时距离发车已经过去17分钟，河内其实很大。不黑不吹，大家平心而论，越南铁路的速度怎么样？现在开始加速了，疯了，开始加速了。有一说一，米轨铁路能跑到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厉害了。过了这条河，列车从河内市来到河南省啊，那啥，越南的河南省。即将进入的车站是河南省的省会车站福里站。郑州东站气晕在厕所。车还没停稳，门就开了，违规操作啊！进来呀，干买？去很坡哈。毕竟是省会车站，上来了很多乘客。我怎么只看到1位乘客？瘆得慌。没人啊？再乱吃。21点58分 ，SE1 次缓缓驶离本次旅程第一个停靠站福里。嚯，我是搞懂了，这个 LED 很厉害啊！它直接显示列车前方车站和当前时速。前方通过 Gap Bin Lok 平路站，时速55公里每小时。22点28分，南定站，南定省的省会。站台上有不少人，但是真正坐车的没几个，都是举家前来车站送行的。我们这节车厢上了一对老夫妻，还是我那个包厢。离开南定再开半小时就是下一站宁平。车厢内上铺的小哥不好好睡觉，下铺的老头子还在公放短视频。扭头一看，已经到宁平了，23点08分。南北铁路离开河内后，基本沿着红河行进，到南定后折向西南，经宁平后开始平行海岸线南下。SE1 次会在这个晚上经过宁平省、清化省、义安省、河静省，停靠清化、荣市、香都3站，然后翻越分水岭进入真江流域广平省。黎明时分，列车已经来到真江边，顺江而下。正在缓慢通过的这个车站乐山站，哟，这回真的和国内车站同名了。悄悄提示一下，乐山前一站玉林也是同名站。我印象中的乐山站在青衣江边，是成昆铁路这条钢铁大动脉走出大渡河峡谷后的一个小站，也就是现在的嘉江站。远处的山貌似也是广西特色山，所以越南北部喀斯特地貌也很常见。SE1 次跨越真江的支流山江，来到广平省的省会洞海。
6点55分，东海站，这里距离河内522公里，列车已经运行了10个小时。美好的一天从刷牙开始，刷着牙从广平进入广智，再往前就是曾经的 DMZ。越南1975年之前分北越和南越，朝韩以38度线为界，南北越则是以17度线为界，这个17度线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嘎天其实就是马上要接近的这一站，大家看这个上面就是这一站。8点19分，西安站通过。这一站是原北越境内最后一站，也是南北铁路1975年之前中断点所在站。1分钟之后跨越边海河，越南当年就是以这条河一分为二。如图，当时河流两边所在区域都是 DMZ 非军事区。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东河站了，现在时速是46公里每小时。此时 LED 已经开始显示下一站东河，它便是广智省的省会。8点45分 SE1 次列车来到东河，对面是晚点的 SE6 次列车。我们的 SE1 次刚刚在东河停稳，对面 SE6 马上启动离站，因为这是单线铁路，真的没办法。这个应该是行李车，好了，没了。东河站啊，东河站，我算是下来过。停车5分钟后继续启程。硬的吗？越南铁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列车员直接参与卖货。粽子吗？买糕。这不就是糕吗？我以为是越南粽子，结果是越南辣条。卫龙越南分龙。美镇站、福宅站 SE1 次列车由广智省进入顺化市。顺化是大站，不少乘客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车。花会谢会开，太阳会晒。我们看一下卫星图，顺化四四方方，看上去像一座皇城。没错，1802年到1945年的143年间，顺化就是越南的首都。顺化皇城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皇宫的所在地。双睛旅行就十分精彩，风陪着你来拉着。跨越湘江 SE1 次列车进入顺化站大弯道，弯道尽头是拥有100年历史的法式建筑机车库，有些抱怨怎么会我以及顺化站的站台。顺化只是这座城市的中文名字，越南语就一个字，也就是本站的站名回。对了，又是一个单字车站。前面是法国人的老机车库，现在好像已经不用了。然后顺化站这一边也是非常的热闹。拍摄这部片子的2024年4月，这里还是成天顺化省，而现在它已经升级为越南第6个直辖市顺化市。顺化出发，路过香水站，这时抬头你就能看到顺化复牌机场起飞的航班，然后铁路线会绕过球海泻湖，这是越南最大的泻湖。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丽，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继续向前，你看到远处连绵群山了吗？那是隔开顺化岘港的界山海云岭。11点20分 SE1 次列车通过灵姑站，灵姑站位于灵姑湖边海云岭北路。过了灵姑，下穿南北高速公路海云桥 ，LED 显示下一站为海云北站。SE1 次列车开始翻越海云岭，这是南北铁路全线最精华的路段，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我们的南北铁路将直接从海云岭靠海一侧的悬崖蜿蜒而行，波澜壮阔，也将一路相伴，直达岘港。哇哦，南海啊！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边是沙滩，这边没有沙滩。微风鼓浪，水石相搏，身如洪钟，这样的景色还能坐在火车上看到，全世界应该没几处吧。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1906年，法国人修筑南北铁路顺化到岘港段时，由于施工技术受限，无法建造长隧道，所以采用了和中国境内滇越铁路一样的设计思路，顺着崖壁开凿小半径曲线的铁路。当然，因为这样的连续急弯，车速自然就快不了了。好好欣赏美景吧。悬崖边建造铁路是老欧洲的传统手艺了。法国设计师搭配意大利承包商，119年前同时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汤池河夹皮沟、越南顺化到岘港间的海云岭建造出的欧式悬崖铁路，原汁原味的铁路石拱桥，在如今法国、意大利、瑞士、越南、中国都能找到。11点35分，海云北站通过，前面就是著名的香蕉沙滩。到这里，海云岭路程过半，火车慢慢开，海景慢慢看，整整25分钟的视觉盛宴告一段落。进入南北铁路海云岭隧道，我们即将从顺化市进入岘港市，前方海云站。对面是晚点3个小时的 SE10次，同样临时停车会让我们的 SE1次列车。南北铁路在这里依次设站：海云北站、海云站、海云南站。下山过程景色也非常赞，你能看到岘港一侧好几片很棒的沙滩。哇！好，然后前面的话呢，我们要通过一个金莲站，就是潘金莲那个金莲，过了这个金莲站之后，下一站就是岘港了。就这上面，你看，这上面还写着潘金莲金莲。过了金莲站，你仍然可以看到超美的大海，然后铁路两边开始热闹起来了。岘港。越南铁路南北线曾经被2大铁路公司以岘港为界，一分为2。不过据说2024年河内铁路公司和西贡铁路公司合并了，不管了，反正我们还是以河内局、西贡局来称呼他们吧。看图，岘港火车站是尽头站，所有过境列车都要在此更换火车头，而南北铁路直通列车在岘港站换完车头后，还得往回开一段。12点33分，岘港接近，旁边是岘港机务段。我们的本屋应该是9208，接下来的本屋应该是9208，它已经出来了。岘港站到了，本站距离河内791公里，距离胡志明市935公里。岘港站的重头戏当然就是看连挂了。河内机务段的本务机车已经摘挂，接下来我们的本务是配属西贡局西贡机务段的西局西段第19翼920号机车。这水平真的一言难尽啊！来说说第19翼这款机车，型号中 D 代表柴油 ，E 代表电传动，19代表标定功率1900马力。该型号机车原产自中国资阳机车厂，第1批到第3批为资阳厂原装出口，第4批是2007年起分1台整车4台分体总成15套组装零件共20台，出口至越南嘉陵车辆公司进行组装。第5批为越南嘉陵厂2011年后自主生产的。第1到3批我称之为1阶段，第4、第5批为2阶段，两者外观完全不一样。12点48分 ，SE1次换向从岘港站出发。戴眼镜的外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火车迷，对越南铁路机车如数家珍，一路上跟我介绍了很多车型，好厉害。
反向开了9分钟，我们停在了一个叫清溪的小站。这个车站还跨人家一条街道，可以了。这是我们这趟 SE1 次列车首次侧线会让其他列车，没办法，狭路相逢。是芽庄方向过来的。来了，第19翼2阶段胖鱼头从芽庄方向进站。960号车牵引晚点的 SE4 次列车正在通过清溪站。下午1点05分，我们的 SE1 次列车鸣笛清溪站下行出站，前往芽庄方向。这里距离芽庄还有524公里，预计晚间9点半到达。列车在岘港出城路上一路向南，旁边是越南1号国道，同时也是亚洲1号公路。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南北铁路1936年通车，是南北线最晚竣工的。从南北铁路竣工年表可以看出，这项工程时间跨度长达34年。15点43分，晚点20分钟进广义站。广义 station。15点44，现在已经到了广义车站。这个头发已经看不下去了，我也看不下去了。这个站台上还是有一股骚味啊，所以说它这个不是真空集便器，它这个真的是直排厕所。既然你提到了直排厕所，这个直排厕所段位比较高啊。姐姐你在看吗？这个直排厕所还排不下去，我感觉这个现在直摇头。这边它还是挺满，这点时间才走啊。图定是1529在这边开车的啊，现在是1548，它一定要等到1549再开啊，凑满晚点20分钟。凑满晚点20分钟发车，旁边这台很帅气的机车是第20E，是西门子 Asia Runner 系列窄轨内燃机车，2000马力，电传动，南北铁路上的主力货运机车。南北铁路上的客车基本是以 SE 开头，其中最热门的就是往返河内胡志明的纵贯列车。从 SE1 到 SE23一共7对，两地相距1726公里，列车采用浮动票价，也就是票价从人民币250元到450元不等。航空方面，两地机票常年500到600人民币。公路方面，相距1600公里的两座城市居然也有卧铺大巴，票价折合人民币300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但实际体验右边共上共享两哈，马上水多啊，素质好走喽。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这个视频，成都坐卧铺大巴到青岛，嘿，就是那种感受。虽然，但是我还是很想试试越南的卧铺大巴。没问题，今晚就能满足你。当当当当，晚餐小推车来喽！鸡肉卷心菜、鱼豆腐、盖浇饭。哦，忘了对比一下午餐，大家猜哪一份更好吃？晚餐小推车刚走，饮料小推车又来了。Coffee, how much? 2万越南盾，也就是6块钱一杯咖啡，可还行。越南铁路很神奇啊，列车员不但参与卖货，还要帮着打饭。一到用餐时间，全体列车员都挤在一块儿，推小车帮乘客打饭、售卖饮料。列车在雨林中穿行，阳光被云朵遮挡。震惊！越南平定省上空惊现中国版图。明天来游戏震惊部上班。还有2站就到了这个边税，边税这边有条绿色的，也就是支线会去归人。有些抱怨，怎么会我们的故事不浪漫也不傍晚6点半，瑶池站。瑶池之后 ，SE1 次列车将由平定省进入富安省。按照时刻表，晚上7点半到下一站绥河，9点半到芽庄。但是这一路走走停停，拉海站停站时间超过1个小时。21点40分，河多站再次临时停车，这一停又是半个小时，感觉这趟 SE1 次有问题啊。Our train will have to stop at Taikon
Taihoa Station to transport passengers to Jia Station by car to continue the journey. 诶，好像是真的出什么状况了。Hello, what's the matter? 人家不鸟你。问问列车员小姐姐吧，打开我的同声传译软件。前面的隧道被冲上了火车，就停在这里，你必须把车停在那里，然后去火车站。啊，这话狗屁不通啊！是不是前面发生事故了，所以我们的火车无法继续前行？解释太多了，太多了。不是你这啥服务态度啊！待旅客如孙子。23点03分，列车磨磨蹭蹭开进随和站。 Due to the landslide incident at Baigeo Tunnel, the railway industry is currently focusing on human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Therefore, our train will have to stop at Taihoa Station to transport passengers to... 再听一遍，听懂了，说的是前面发生了事故，抢修需要占用铁路运送物资。本次列车到前方随和站后停运，去往随和医院的旅客需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搭乘接驳交通工具。这应该是11次吧。又原地纠结了40分钟，23点40分，我们后面的 SE11次也到达了随和站。没有悬念，这一车旅客也得下车。The railway industry looks forward to your cooperation. 人家都已经 look forward to your cooperation 了，下车吧。什么事情？我靠！OK。他让我往前走，然后到外面，应该是到外面的公路上去吧？不知道干嘛。公路上有啥接驳车吗？恭喜你答对了！哦，我靠，免费坐卧铺大巴是吧？这个我喜欢了。此时的随和站站前广场已经变成卧铺大巴停车场了。随便坐的吗？毕竟 SE1次、SE11次总共26节车厢的旅客需要接驳。Excuse me, my train is SE1。场面当然是极度混乱的，行李舱包随便放也没人管。OK， 就这样了。我靠，还有动物啊！杀！不是现在的。这个跟国内一样，需要脱鞋啊。哦 ，OK。现在是当地时间的0点05分啊。都出发了，太厉害了，车队啊！0点09分，随和站门口的卧铺大巴们统一打着双跳灯出发。4分钟后，跨越驼浪江，旁边是南北铁路的驼浪江铁桥。高速公路穿过这个隧道，我们就从富安省进入庆和省。庆和省的省会就是芽庄，而现在距离芽庄还有80公里的路程。0点56分，车厢灯光重新亮起。经过40多分钟的高速行驶，满载 SE1次旅客的卧铺大巴车队出现在南北铁路的另一个火车站ZA站。好吧，意思就是在这里重新上火车，不知道还是不是刚才的车厢啊？估计不是，就是短驳了这一段，就证明芽庄那一边的线路是没有问题的，就这一边的线路有问题。我现在是在 Gia 站。Excuse me, my ticket is SE1 to Saigon. Both nine. OK. 也就是这列接驳 SE1次和停在随和站的 SE1次编组完全相同，所以车票写了9车，我只需要找9车就行了。就这个了，显然不是刚才那个车，大概就。哎呦，还是一节复古车厢啊，全是木质的，很高级的样子。那15。9车15号。Hello， 我回来了。这回本屋机车当然也换了，西局西段第19E 938号。当地时间1点37分，接驳 SE1次缓缓启动，离开ZA站。整个房间像冰箱一样。本节车厢很老很复古，想不明白这空调制冷怎么这么好。睡了不对，冻了3个小时，成冰棍了。我现在就在挑哪里比较热，你知道吗？
被逼起床看日出。你不想说话，时间来到清晨5点16分，当前坐标越南南部宁顺省平顺省交界地带，前方到站弄龙江站。在这里 SE14 即将迎来4月21日的第一缕阳光，车厢里很安静，你可以倚在车窗边尽情欣赏日出。这时光是不是想和你最爱的人共度？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请相信平常的、平凡的、简单的相处才是真的幸福，不会唱情歌，并不表示我无法爱你一生一世。请相信最纯的、最真的，我是你生命中的装置艺术，我会用我的方式陪着你走过漫漫长路。早晨6点41分，列车正在驶离平顺站，当前晚点4小时28分。晚上冻得没睡好，开始补觉，桌布、床单、长裤、长袖外套全加上了。呼拟站客车 SE14 要道通过，我们已经来到了同奈省。同奈省的省会边河，边河火车站就在前面。边河，这相当于松江安9点17分，晚点4小时25分 ，SE14 到达边河站。前面都已经过警封标了，这站都停不下。离开边河站，驶过同奈江，进入平阳省，再停一站宜安，跨越西贡河，我们的列车就进入了胡志明市。胡志明市一直以来都是对标上海进行建设和发展的，当地人也称他们的城市为东方小巴黎或者越南小上海。来了2次，确实觉得这里比河内要繁华很多，但是城市还是过于拥挤，立体化建设也还不够。而城市市中心密布的铁路道口，让我想起了30年前绕城而过的沪杭内环线。过了这座桥，西贡站就在前面。对了，如果你在市中心找一栋高楼，俯瞰西贡河，穿过这座城市，还是有那么一点魔都的感觉的。就是越南第一大城市的这个火车站太小了吧？那么大一个号称越南小上海的城市，竟然只有一个火车站，而且一踏过子6个站台一杠，好就好吧。上午10点整，晚点4小时15分，我们的 SE14 列车终于抵达终点站 Gasaigan 西贡站。最终10点01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西贡。这里说明一下，虽然西贡在1976年7月2日之后就改叫胡志明市，但西贡火车站、西贡河等地名仍然用 Saigon 柴棍。胡志明市的新山一国际机场2字代码也是 SGN Saigon。时隔7年，再次来到胡志明市。西贡虽然是一个大站，但是它只有3个站，规模比较小，所以它这一边为了保证这个站台的运转效率啊，车来了之后马上要顶走啊，不然的话就铺出来了，对吧？根本进不来。那么我们这个从这一边啊，然后就去候车室这边就能出站了啊，熟门熟路啊，7年前干过这个事情。那么本次运转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